这几天真是兵荒马乱、人仰马翻的。好在我们渡劫成功，顺利送走二老。今天必须买！好，今天就陪着你们好好出血。这哪是出血啊？买东西对我来说就回血。夏言，你这段时间又忙又乱的，好不容易叔叔阿姨回老家了，你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。我们可商量好了，今天你要选什么东西，我们买单。别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买了。我怎么给说漏了？你看看，不诚心吧？是不是？大表姐，你怎么也挤兑我啊？那这样，夏言，你今天不用挑了，我买什么全部给你来一套。我可不要，你也悠着点啊！我听说你上个月又把卡刷爆了。刷爆卡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这又不怪我，我妈突然给我限额了，我去跟她吵架，她还要把我所有卡都停了。什么？你妈妈不给你钱用啊？那你怎么撑得住啊？算了，我还是不买了。哎，怕什么呀？我有直播呢，还有家居店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没有它我还不能活了。你不是最近……哎，你们先挑着，我再去逛逛。本小姐买单。他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？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能是真的吗？白色的更适合你。我也觉得，不过我男朋友更喜欢看我穿红色。直男审美，人又不在，当然要买自己喜欢的呀。男人就是这样，陪女朋友逛街就像上刑场，不过不出现就没有发言权啊。我男朋友也喜欢陪我的，他一会儿就来。男人啊，说变就变。刚开始表现的对你一切都感兴趣，到手之后就开始慢慢敷衍。我闺蜜的男朋友就是，追她的时候兴趣爱好简直一模一样，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结果怎么样？还不如出轨了。听说还出轨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上司，就想吃软饭呢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闺蜜有更好的追求者，不仅更帅、更有钱，还更浪漫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0号，你来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就这狐狸精，果然是又老又丑啊！你看我爽。韩爽，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啊。再难听也好过你干那些恶心事儿。韩爽，算了，我们走。凭什么走啊？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你能不能别在这装好人？我装好人。不是吗？一副委屈样子指控我，可你又好到哪里去？你跟那个许晨毅早就搞得不清不楚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他只是上司还有下属的关系，清清白白。清清白白？那他怎么会为你？闭嘴！你要敢说出什么侮辱夏言的话，我弄死你！之前我实在是蠢，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现在我全明白了。你不是跟你爸承认你早就爱上许晨毅了吗？和我分手你求之不得吧？你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，要去攀高枝了。夏言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刚刚差点打起来，我这心啊扑通扑通的，都快吓死了。有什么好吓死的？打就打呗。为了他不值得。什么叫不值得呀？他都骗了你那么久了，打他一巴掌算轻的了。再说了，我们有大表姐呢，我们又不吃亏。也说不上是骗吧。我们异地了那么多年，或许感情早就出问题了吧，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。这就是现实，毕业不分手，异地绿成狗，这些臭男人们都不可信。可是，
刚才跟他提起夏言和许成义的事儿，那气成那样，好像什么？明明是他出轨在先，却要找对方的毛病，典型的利己主义。对啊，这样更恶心。万一有什么误会呢？人都出双入对了，才过了多久啊？真不要脸。林浩的事业心重，或许郝杰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助他吧。真的没想到，林浩这么在意自己形象的人会做出这种事儿。这样，即便他将来事业有成，别人也会看不起他。他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，才会变得越来越虚荣。我们就走着瞧吧，看他最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。不管他以后怎么样，跟我都没关系了。说得对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没有任何计较的必要。来吧，让我们为未来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我以前觉得呀，我是个挺坚强的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睡个饱觉就好了。可是那天在餐厅，我爸妈看见了他们，我那时候啊，只想赶紧逃离那个尴尬的场合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直到今天，我看见他跟那个女人从我面前离开，我才发现，我的内心好像没有一点波动了，我好像放下他了。逃避是没有用的。当你正视它、面对它，就会发现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夏小妍最棒了。林浩，我放弃你啦！再见，不，再也不见。男人就是淘汰家具，我也不稀罕。退！一定会有更好的人来爱我们。闺蜜有更好的追求者，不仅更帅、更有钱，还更浪漫。你们在一块7年了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啊！你现在还脚踩2只船，你一定要给我回答清楚！你先别转身。爸，是我不喜欢他了。衣服要不要试一下？不是，要不要吃点水果？不吃。今天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我还有合同要看。今天就别工作了，我们一起看个电影嘛。明天就要谈判了，今天必须做好准备。你3个月谈下来的项目，3天就搞定了，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？我不能一辈子都靠你啊，我总得自己学着干。可是过去工作再忙，你也有时间陪我啊。过去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只要老板满意就行，工作当然可以往后放。但现在这生意是我自己的。你说过去你陪我，只是为了让老板满意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看电影是吧？坐着吧。我们需要谈谈。谈什么呀？今天下午，你说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？你是后悔了吗？当然没有，那就是气话。气话。听到夏言和许成义的事，你那么生气，你还喜欢他？那就是一种习惯，我跟他早就已经分手了呀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跟他分手到底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许成义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！你连这个都要怀疑吗？
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所以和他分手了。我跟他之间早就只剩亲情了。可是如果我没来，你们已经结婚了。那都是父母逼的，我的父母，他的父母都希望我们早点结婚。你爸妈对他很满意吧？哪呀？我妈一点都不喜欢他。我妈说，女人比男人老得快。她跟我同龄，再过几年就……怪不得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妈是这个意思。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，我不会被他们影响的。那你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的事儿了吗？还没有，这不和夏言刚分手嘛，太快了，等一段时间啊。再等下去，我也不会变得比你年轻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找机会尽快告诉他们，而且我要跟他们见面。今年秋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怎么也得提前熟悉一下吧。秋天？对啊。昨天我去订了一个婚礼的场地，是很精致的日式庭院，里面种了很多气树，秋天会非常的漂亮。当然，春天樱花开的时候也很美，但是樱花落得太快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吉利。而且你也喜欢红色，那就秋天吧。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呢？我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也没跟你商量，你不是也挺开心的吗？那不一样嘛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在一起嘛。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？我当然想啊。哎呀，就是太快了。我和夏言都谈了7年的恋爱，我们才打算结婚的。那你希望我们也像你和他一样？我当然希望我们能白头到老。可是，这公司刚成立嘛，还有很多事要忙。好，那我们先不考虑结婚。但是你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你父母，省得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好，听你的。你看电影吧，想看什么片儿？找郭家宝的片子吧。又看这么老的电影啊？当初你不是说最喜欢老电影吗？好，就看家宝的片儿，我去找。哎，家宝的片子。整体来说非常成功，而这些呢，就是我们上一阶段的工作成果。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不过你们呀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接下来还有更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。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已经开始了，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想想有什么新的创意。创意被采纳之后，不但有奖金，还有机会成为项目负责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我刚刚去人事部办了手续。既然离职手续办完了，可以收拾东西走了。我办的不是离职手续，是年假的补办手续。谁批准你休年假的？哦，是我。我批准了夏言的年假，忘记走流程了。这事儿我和人事部解释过了。赖我，这些情况我竟然都没有了解到，是我疏忽了。看来我对运营部的工作还不够细心呢。不过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既然人回来了，找个位子自己坐下吧。我们还要继续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今天不是要出院了吗？吉他不要了。我正准备去找你呢，可是我看见了那个。什么呀？
太平间门口的那棵树啊，你不觉得它长得特别春天吗？死亡只是这个世界的一种表象，而生生不息的生命才是永恒。你在写歌词呢？没有，这种歌词不好卖，人们都喜欢悲伤、暴躁，总之就是极端的才会有人喜欢。你才不会在意有没有销量呢。还是向医生懂我，我真的觉得写什么歌，不是靠这儿，你得靠这儿。你心里向往什么，音乐就会涌现出什么。你猜，我现在心里涌现的是什么？我是骨外科，又不是心内科，我怎么能知道？不猜算了。走了，办出院手续去了。我心里涌现的是生命力，满满的生命力。向医生，不要太想我。是挺春天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把门关上。最近你们工作不是特别忙吧？那年度项目征集结束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交出一份让我满意的方案？如果交不出一份有潜力的方案，今年运营部的年度项目征集可是要交白卷了。总监，我们会努力的，我一会儿就去收集资料，整理方案，我会尽力。但是，现在平台上有关女性时尚类别的软件实在有太多了，我怕。这份资料拿出去好好看看。美丽 online 这2天整理出一份方案，以你的名义交上去。你是我们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当运营部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学会担负起这份责任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总监，谢谢。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恭喜你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这是我的条件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谈条件 ，SG 随时都可以找到不逊于我的人才，但这是我留下来的前提。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。不得语气调戏、动作暧昧，更不准有肢体接触。欠债还钱，不许不收。这权利和义务划分得这么清楚，你这是约法三章。虽然内容有些滑稽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君子协定，一式两份，白纸黑字。希望你可以好好遵守约定，我们2个和平相处。你有这个精力啊，可以好好出份策划案了。总监，您找我啊？进来。把门关上。嗯。这个月绩效考核结果看了吗？
有什么想法？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成绩垫底，这个月要是再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，你一个，夏言一个，他是突然请假人就不来了，突然销假人又回来了，这样别人看到我们运营部做事多不专业啊！虽然他现在人回来了，但是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，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2个。那怎么办啊？夏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才，在能力方面，他也的确比你要强。不过你别紧张，你是我带出来的人，我自然舍不得你走。只是公司有公司的章程，你只能靠你自己。要是再不努力，谁都留不住你了。所以该怎么办，你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清楚，明白吗？你也留一份。欢迎回来。差点忘了，说是不能有肢体接触是吧？行，那你好好准备你的方案吧。加油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悠悠，一宝，哎，夏言，哎，夏言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也不联系我们一下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出了点事。对呀，我听艾米说你爸爸生病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做了个小手术，现在已经出院回老家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夏言回来就好啦。对呀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头脑风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觉得只有风暴，没了头脑。太夸张了吧你！真的，我们都可盼着你回来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工作，回头我请大家吃饭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看艾米今天状态不太好。是啊。艾米怎么了？她已经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她可惨了。刚才我还看见薛老大找她谈话呢。哎，薛老大刚才找你谈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年度方案的事儿呗，让我们抓紧点想。你提这个我头都大了，我上哪儿给他想去啊？我还是随便写一个应付他。艾米，艾米，哎，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，以往被选中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主题啊？大概是围绕……他虽然人是回来了，但是这个月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，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2个。什么类型都有啊 ，SG 旗下涉及的领域都可以。他们主要是参考项目的整合啊、可行性啊、推广性啊。对，你说的这范围太广泛了，你跟我说的具体一点。大
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艾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是在担心绩效考核的事情吗？你别太担心了，你也是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，你都没问题的。你这话说的多轻巧啊！你当然不用担心了，我又不是你，什么难题到你手里都能轻而易举的解决。况且你背后还有徐总给你撑腰呢，我们哪能跟你比啊？对不起啊。慢点。对，好。康复17，速度不用太快，匀速就好了。看前面。好的，那我先去忙，你先练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嗨，左鼻孔流血，右手举高。似乎每次见到你都有血光之灾，这不很正常？我是外科医生，大部分人也是因为有了血光之灾之后才来找我的。但这件事情给你提了个醒，以后千万不要悄无声息地接近一个正在打拳的人。人电视剧里的武林高手都是收放自如的，右手举高。绝对不会伤及无辜。哎，也对，电视剧里的名医啊，都只会三脚猫的功夫。给你介绍的康复教练怎么样？恢复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对了，向医生，不在医院，我应该可以不用叫你向医生吧？你随意。我想用这一次血光之灾换你一次捧场，来酒吧里听我唱歌吧。嘴角上扬，拒绝伪装，自我欣赏，自由主张，超强气场，从不退让。不一样又怎样？向着太阳就有方向。逆风飞扬，笑得更漂亮，投射自己最明亮的光。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，我回来了。小凯，你2个月没来，他们都把你忘了，人家新主唱唱的可好了。才没有呢，我们都可想你了。哎，小凯，我比他更想你。我也想你们。我在医院的这一段时间，我特别想绑着石膏来看你们，给你们唱歌，但是我的医生死活都不让。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也有了一些新的感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追风！相信明天，超越。
好，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干杯！等会儿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喝呀！今天晚上这桌可没人送你回去。叫酒啊！向南，谢谢你的邀请，演出很精彩。不过我该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我知道，你用网易云音乐听歌吗？用啊，怎么了？我加你一个好友吧。网易云音乐最近推出了一个新功能，叫一起听。我选择一起听，你选择加入，这样就算你回家了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听歌，而且还可以显示距离，显示我们相距有多远。这个是我朋友刚刚写的歌，我觉得他把我的心声写了出来。不过只是个 demo， 一定要记得听哦。走了。谁在感情的半途就停下了脚步，转身的仓促，争执后的无辜，终点还没给出答复，想开口辩护，心房又常常被误会锁住，假装不在乎，却败给孤独。我们还要再走多少的弯路？说好的以后，怎么能走掉？像寂寞星球，一个人漂流。明明想着你，偏要讲个够。思念困在身体里漫游，多难受。说好的以后，别轻易放手。向医生，向医生，你来看，什么事儿？你快过来，快过来。有什么呀？什么事儿啊？大惊小怪的。很爽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一点都不生气。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心平气和的聊一聊。来，好好看看。你把我喝醉的照片放微博上，引起这么多评论，你什么意思？自己看。怎么，昭告天下，断后路啊？他们很善良的，他们就是看马先生你帅气迷离的姿态才来评论的。善良是吧？知道这帮网络暴民要对我做什么吗？他们要人肉我，要找出我是哪家医院的，要去找领导投诉我。怎么？
你不该负责吗？我觉得这个标题不错啊，外科医生实为富二代，纵情夜场，放浪买醉，真带劲。韩爽小姐，做人要有最起码的底线，对吧？在马克的脸上打上马赛克有那么难吗？我不打你告我呀？你以为我不敢啊？那你告呀！到时候我多找几家媒体跟踪报道一下，官司打多久你就可以红多久。你信不信我跟你鱼死网破？喝一杯我特调的养乐多，消消气儿。你身后的床呢，标价12000，你只要能不小心洒上一滴，我又卖出去一单。韩爽小姐，你就是靠这种手段来卖货的，对吗？那都不用我告发你，派出就会把你开了。不可能！不相信？有本事打赌啊！赌就赌啊！我要是被开除了，我心甘情愿把你的视频删了。在这之前啊，就让大家好好欣赏欣赏马医生丰富的夜生活吧。哎呦呦，掀桌子呢！你这身板也掀不起来啊！人间自有天收拾，天道好轮回，我迟早也会收了你这个妖孽。哎，停住！拜拜，法海。我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，我都要睡着了。你还在看这个呀？你都看了多少遍了？能不能换一个呀？哎呀！我也想早回来啊，可是那个方总太难缠了。早就跟你说，老方特别喜欢给人灌酒，让你别去你不听。不过你喝多了还是这么好的。今天有好好吃饭吗？我吃过了，以后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去应酬了。方总在业内那么有名，总要跟他打交道的嘛。我希望陪我一起去。我不去他的酒局。逢酒必喝，逢喝必夺，喝多了还要动手动脚。可他手头上那个项目是真的不错，抢着巴结他的人数都数不清。你跟他合作过，如果是你去跟他谈，说不定就……我不跟他谈。之前在北京，只要生意谈成了，我躲他还来不及，何况现在在新州，跟他谈生意，岂不是等于自己去挑酒缸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不去我去，谈生意嘛，喝点酒算什么呀？这可不是一点，以后生意谈成了，他会天天叫你陪他喝的，这种伤身体的钱还是别赚了。我们又不缺钱花。是你不缺钱。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我知道你上进，可是我们都在一起了，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拼命啊！不拼命能行吗？公司到现在只接了些零零碎碎的活，一笔正经的生意都没谈下来。这不刚起步吗？你别急，要么这样，我去找老李谈，他这儿我可以轻松搞定。
那个李总那么抠门，本来项目就不大，还把价格压那么低，就算接下来也没多少利润。利润无所谓啊，项目谈下来那就是你的成绩啊，别人又不知道我们赚了多少钱啊。老方这个单子太大了，就算谈下来我们也要忙1年，我们就又没有时间好好在一起了。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多的是，我是男人嘛，总得去赚钱，去拼事业嘛。如果我需要一个会挣钱的老公，我就不会离婚了。我也想天天只跟你在一起啊！刚才跟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一直在想，只要我能回到家，能这样的躺在你怀里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。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只想跟我在一起？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去把老李的合同搞定，他这个项目呢比较简单，具体执行交给下面的人负责就行。然后我们就去欧洲玩了3个月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，我们就办一个浪漫的婚礼。婚礼呢，我也会专门找人负责，你也不用操心。对了，去之前我要去见一下你爸妈，你把我们的事儿给他们说了吧？我爸妈那边先缓缓吧，太快了。快什么快啊！我们都认识3年了，我们这3年相处的时间比你跟夏言7年相处的时间还要多，还有欧洲3个月呢，那也算试婚啊。如果到时候你对我不满意，大可取消婚礼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毕竟我跟香言刚分手嘛，马上就把你领回去，我怕我爸妈对你会有不好的印象。我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着想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他们怎么想我不在乎，反正我年龄比你大，他们也不会喜欢我。既然你这么不在乎，又何必去见他们呢？就是为了向所有人宣示你的主权吗？我不在乎他们，可是我在乎你的态度，在乎你是否愿意承认我们的关系。我还不算承认吗？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，就我爸妈不知道而已。可他们才是你最重要的人，不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律师刚发给我的，还有很多细节要改，改好了我再拿给你看吧。改好了再给我看。既然叫婚前协议，不是应该由我们2个一起商量条款吗？我当然会跟你商量啊，不过我说的一切你都会同意，不是吗？你不希望我去拼事业，也不会让我分财产。如果我不想当穷光蛋，就得一直哄你开心。难道你不想让我开心吗？你颈椎好点没？没有，还是很痛。我叫你做的那个操，你做了吗？没有，忘了。是忘了还是忘了怎么做？我没时间啊，大表姐。哎，请接点。干嘛呢？学针灸呢？马克那家伙的嘴脸你都见识过的吧？见得我手痒痒，不戳他个面瘫，我真是寝食难安。他又怎么惹你了？我戳他还需要理由吗？他呼吸了我的空气，浪费了我的生存资源。马克人不坏，就是嘴上不饶人，跟你一个品相。对啊，而且夏叔叔生病的时候啊，我看马克也是忙前忙后的，挺热心的。不说他了，扫兴。夏言，你最近公司怎么样啊？我看你天天加班，那么晚回来，我连面都碰不上。被领导点名批评，能不拼吗？怎么了？那许晨毅又故意针对你？倒没有，我倒是觉得现在这种状态挺好的，就是正常的
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挺舒服的。你 IP 还这么开心，抖 M 啊？抖 M 什么意思啊？想试试吗？别闹。我现在啊，头疼的是新项目的提案。自从啊我进了新公司以来，就一直想撸起袖子好好干一把，终于不用做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了。所以啊，还是要拼一下。社会进步，人类进化呀，就靠你们了。你这哪是加班啊？你简直是毁容了！你气色这么差。女人啊，拼得拼，但千万不能把自己熬枯呀。这什么色号？快发我！这颜色挺好看的，贵不贵啊？我都早就发群里了，那个斩男色你们都没看吗？你别看我啊，什么水啊乳啊的，看见我就头疼。我最近工作太忙了。不行，你这个也太贵了吧？哎，韩爽，你不是粉丝也挺多的嘛，然后还经常直播，不然你去做带货主播吧。你要是带货呀，这能力肯定不输大牌。其他人我才不操那闲心呢，只有你们仨能独享姐妹恩宠，还不快谢恩？谢谢。等会儿，我刚补的妆啊。我先走了啊，你们继续。哪？我刚想个切入点，回公司加班去。拜拜。喂，你们进步人士的世界我是真的不懂啊。今天周日啊，好不容易休息。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，就是我们运营部进入复赛资格的2个方案，分别是由美琪和夏妍完成。这2个方案我和薛总都已经看过了，今天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美丽 Online，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。对，我在做方案之前，对女性化妆品相关做过市场调查，因为网红效益。女性在购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，越来越倾向于网上做好功课便直接下单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肤质不同，适合大家的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，所以就会出现假肢蜜糖、以致砒霜的情况。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，就没有办法退货，花了钱囤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。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那么多，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。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所以，我们美丽 Online 最大的亮点就是，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，我们将提出存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奢侈品，进行免费的鉴定。如果大家对美丽 Online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，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。社交软件，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的确，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并不少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，相反，这正好认证了市场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，抓准细分用户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普通的社交应用已经囊括了所有的用户层，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在功能上进行创新。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。平时听歌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刷评论。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刷热评呢？因为同好聚集。对，同好。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跟你在同一个深夜聆听同一首歌的人，感受共鸣。聚焦闺蜜，
一般的好友圈功能还不够吗？如果是想打造全民闺蜜的话，的确不够。女生在一起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？就是分享。大家喜欢分享最新的口红色号、最新买的衣服、最近的感情观、爱情观。她们可以通过6人定律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，这也就是闺蜜星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秀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，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？相比较而言，我觉得美丽 online 更适合秀我接下来的发展。可是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，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，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粘度。你看网易云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？可是美丽 online 同样可以引流啊！现在大家2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觉得闺蜜星球吧，虽然挺有想法的，而且看上去生活、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想法挺好。石总，你觉得呢？这2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说好一起到白头，贫穷使我放了手。再见，我亲爱的小灰、小红、小蓝。等有钱了，一定把你们都买回来。把什么买回来啊？清仓大甩卖。Coco 小姐也有缺钱的一天啊。别惹我啊，我烦着呢。都说这包啊，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你连脸都不要了，看来是真的遇到难处了呢。要不要我给你支个来钱快的招？你今天是自己上门找虐来了吧？咱俩现在谁虐谁好像还不一定呢吧？哟，谁给你的胆说这个话的？你不就仗着有几个破视频在这威胁我吗？视频在这儿呢，还没删哦。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把视频删了，咱俩2清。不删呢？不删。好。哼，今天我还就不走了。是，刚好我无聊，陪我玩玩啊。来啊。这个床真不错，要不今天就把它给买了？行啊，正好今天开始搬家。哎呀，你们家这个床啊，不行啊，不是说好1欧起吗？绝对健康环保。我买回去才睡了1个晚上啊，眼睛浮肿，嗓子干。你们家的床是不是甲醛超标啊？甲醛超标的床好像真的不能睡吧？床不行啊！是床不行还是你不行啊？我行不行你管我呢？哼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天天来。行啊，不在一个段位上虐起来可不够爽。你现在有什么招，快点想。我玩过的套路啊，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。怎么着？玩过什么套路啊？说说，是碰瓷儿啊，还是仙人跳？口味够重的呀，要不在我这试试？那可不是，你穿的像个橙子似的，我可看不上。我这是小粉象，好不好？别以为你穿的跟个牛油果似的你就厉害。来，人间牛油果，请您喝一杯，解闷的小费。早这么懂事不就完了吗？非得绕这么大一圈，你看你，哎呦，你敢？
虽然之前我们都已经说好的，酒水饮料洒在家具上都算他的，但是真到那个时候，怎么好意思呢？再说这床品是成套的，但是其他的也卖不出去了。刷卡吧。这个提案我已经和管理层开会确认过了，项目是你提出来的，就由你从头开始负责。给你5个人的名额，组建自己的团队，任你自己选。以后关于闺蜜星球的任何事情，可以直接找我。我怎么？没信心啊？不是啊。2天的时间和产品组把细节讨论出来，尽快进入开发阶段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加油！这么快公告就出来了？什么公告？夏言的闺蜜星球定下来了。这么快就定下来了？刚才徐总和薛老大差点吵起来。谁吵起来？就因为这件事吗？薛老大还是觉得你的方案更好，可徐总坚持要开发闺蜜星球，说是美丽 Online 可以作为补充内容加入到秀我新的3.0版本中。可是闺蜜星球涉及到 SG 时尚事业群下阶段的资源整合，必须马上开发，这点啊，没得商量。那还说什么了？我听总经办的人说徐总当着董事长的面立了军令状，他个人对闺蜜星球负责，说是闺蜜星球上线1个月，一定会做到注册用户过1000万。新的社交网站啊，1个月就要达到1000万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是嘛。总监，徐总那边让我挑5个人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徐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事情直接向他汇报，不用问我。可是有些同事他们手头有要紧的工作，我怕突然抽走了会给总监你这边带来麻烦。就算有麻烦，那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自己的团队还没有建立好，就开始操心我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把门带上。18600，确定。喂，我听着呢，就这个地址，把床赶紧拿走。派叔只是要求你买套床品，没必要把整个床都买了吧？你傻呀！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小粉象挺刚啊，没对手。小马，啊，卡刷好了，收据。喂，对，我是老板。啊，我们这个家居店收益挺好的，只是我俩儿子要出国留学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。再说过段时间我也可能出国陪老婆孩子，所以要转手。啊，对，你要是有意向的话，这2天可以来看看，我都在店里。对，地址你有了吧？好。阿姨，
你们家这个什么集成灶，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啊！向南给我买的，他说啊，现在都流行用这个火星人集成灶。你看上面有油烟机，有燃气灶，下面还有这个蒸箱。这我上面炒菜的时候，下面还可以蒸鱼，特方便。我帮你一起做吧。不用，你赶快上沙发那儿坐着。你在这儿，我施展不开。我就坐这儿吧，这儿香。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看正说着，他就回来了。嗨。愣着干嘛呀？赶快洗手吃饭。妈，什么情况？昨天晚上我们跳广场舞的时候，想坏了，正好遇到小胡跟他朋友在那表演。他看到我们遇到问题了，就特别积极的给我们弹吉他伴奏来着。那次把人家给领回来了，但是人家帮我这么大忙，我不得请人家吃个饭呀？帮你忙人多了，你怎么没都领回来？你不知道啊，他家人都在国外，这人家人都回家了，然后就他自己一个人单身，在心中多可怜呐！赶快洗完吃饭啊！来拿碗筷。哦。哎呀，多吃点啊！来，你之前骨头受伤，多喝点鸡汤补补啊。他骨头早就好了。那骨头好了，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补补嘛，是吧？对呀。多喝点总没错。谢谢阿姨。鸡汤嘌呤很高的，凡事都要有个度。家里有一个医生吧，这点麻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向医生这样挺可爱的。你可别夸他了，他要能像你这样啊，又热情又开朗又亲切，多好啊！他应该多跟你学学，一天老绷着。这个特别简单，多听我唱歌就可以了。向医生，这周末再去听我唱歌呗。好啊好啊，楠楠也很喜欢音乐的，我替他答应你了。这看我干嘛呀？赶快喝汤。你怎么不给人拿勺啊？啊，我自己来。这小伙子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别胡说？是你把人家领回来的，他不喜欢你，我能领他回来的。产品的细节我和同事们已经梳理出来了，还有闺蜜星球项目组的小组成员名单也拟定好了。艾米也入选了，你自己点的兵，自己要负责带好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最近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是不是有些高了？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适应。谢我什么？方案啊，谢谢你的肯定。不让一份有价值的方案被埋没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至于它的价值要怎么体现，还是得看你自己。如果你要谢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实在，这上嘴唇碰下嘴唇，轻飘飘的2个字，对我毫无意义。我今天早上刚给你打过钱的。昨天晚上项目奖金刚发下来，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2万块钱转账。这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在徇私，故意让你拿到这笔钱，好早点还债呢。剩下的钱，我会尽快还的。你自己安排好吧。我要是总收不及的话，你肯定又要以为我意有所图。徐总，这次是我意有所图。运营部的末位淘汰制，可不可以考虑取消啊？理由？运营部有很多项目需要团队的协力才能完成得更出色。这种制度虽然加强了竞争氛围，但总给员工一种身后有狼在追，不得不全力奔跑的危机感，搞得员工之间都有所忌惮，不得不藏私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身边有的员工最近可能陷入了项目的瓶颈期，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但这项目呢又不是我的项目，那你说
我是出手相助还是视而不见啊？反正他完不成任务，正好解除了我被淘汰的危机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怎么选不重要，大家怎么选才重要。末位淘汰制虽然筛选留下精英，但是整体的办公效率不一定有所提升。可是这个方案是薛总监提出来的，而且已经实施了1年。不过，你的方案我会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。不是给你个人的，这是闺蜜星球项目组每个人1张，公司2个月的食堂饭卡。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加班，算是公司一点小福利，拿着吧。我和我的小团队会加油的。新军哥，前2天给你们公司发的那份简历，现在还没有人回我呢，你能帮我问一声吗？谢谢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，艾米？我之前对你太过分了。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因为我觉得你是比我后来的，却处处表现比我好，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害怕自己被淘汰掉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故意不配合你的工作，还疏远你。谁都有压力大的时候，只是发泄的方式不一样。那天我说话不是有意的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不管是袁教授还是达人活动，都是你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。我那天心里实在是太乱了，所以，哎呀，过后我想想真的是觉得很抱歉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努力。都过去了。我那么小心眼儿，你还拉我进你的小组，你这么信任我呀？你有你自己的长处，你经常能想出一些暖萌暖萌的点子，这对闺蜜星球来说啊必不可少。你总不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吧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的。接下来呀是证明你自己的好机会，别错过了。那夏言，你原谅我了吗？看你表现吧。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你挺讨厌，但是一听你说话就情不自禁的被你洗脑了呢？就情不自禁的爱上你了呢？快去工作啊！我回来了，又在看这电影。哎呀，
经典中的经典，百看不厌。我们第一站也去意大利好不好？我们也去骑这个自行车。好啊，你说去哪就去哪。那好，那你准备一下，后天出发。后天？我刚打电话问了，你的签证已经下来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动身。那可不行，方总那边刚刚有点眉目。我说让你跟他不要谈生意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有好的项目为什么不谈呢？你都连着跟他喝了1个星期的酒了，你还没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当然清楚了，谁能喝得过他，谁就可以拿下单子。如果他真的这么草率，你觉得他可能会到今天这个位置吗？想接他的单子，光靠喝酒是不行的。他这个单子这么多人都盯着，个个都是人精，而且在场面上混了那么多年，你怎么可能争得过他们？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想着一口吃一个胖子啊？要一点一点来，先去接一些小的单子，多给自己积累点经验。否则，就算你很幸运拿下这个单子，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因为你毫无信服力可言，你连你下面的人都管不好，你怎么可能让他们替你卖力干活？你想什么呢？大家只会看你笑话，你明白吗？想要有发展，必须稳扎稳打，从小事做起，不要好高骛远。你是一直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是吧？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你是还年轻。那许晨毅那么年轻就当上 S 级的 CTO， 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么拼命，到底是为了我们的公司，还是为了做给夏言看啊？你还在怀疑吗？我也不想怀疑你，可是你变了。自从我们在一起，不对，自从我给了你公司的股份，让你成了公司的法人之后，你就变了。你没有时间陪我逛街，没有时间陪我看电影，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甚至连多看我一点心情都没有。我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公司吗？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公司。这句话我前夫也对我说过，说是为了公司，还不是整天都泡到酒缸里，泡到女人堆里吗？我可没碰过其他女人。照你这样下去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儿了。我现在必须要把你从这个酒缸带走。后天就走。后天，如果你不走，我就一个人去。干嘛你凡事都要这么快呢？我不喜欢拖拉。10年的婚姻，我说结束也就结束了，更何况这点小事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你根本不需要男朋友，也不需要老公，你只需要条哈巴狗。你就这么看待你自己吗？我还能怎么看？啊？说什么让我去欧洲试婚？是我是你，还是你是我？如果我合你的心意，听话，我们就结婚；不行，你就把我甩了，再找新的，对吧？就算结婚，也必须签婚前协议。我的人是你的，而你的钱还是你自己的，对吧？为什么着急结婚？因为你的前夫找了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小明星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所以你着急了，对吧？我问你，当初你们2人离婚，到底是谁想离？说什么你是为了我而离婚，说什么爱情至上，其实你就是一个被人甩来的老女人。要我为你分手，要我别去谈生意，要我整天陪着你，要控制我，让我离了你就一无所有。我只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爸妈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吗？
不知道。我怎么跟他们说？说他们的宝贝儿子，等着回去光宗耀祖的儿子，为了钱找了一个老女人吗？所以跟我在一起，就只是为了钱？不是，但他们会这么想，所有人都会这么想，所以我必须做出点成绩来，让他们看看我林浩不是一个吃晚饭的人。如果我们都是穷光蛋，我们还会在一起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变成穷光蛋的。我会把我的公司经营好，我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一个比你还有钱的人。到时候就是我跟你签婚前协议。钱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不重要吗？那好，我一个人去欧洲，你留下来经营公司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不管我去多久，想去多久就去多久。公司股份都给你，车你留着开，上飞机前我会再转你30万，我们两清了，不要再联系我。